来说狮子座3月到4月的变化。上个月3月呢，狮子有一个坎啊是要渡的，处境可能有一些艰难，不知道怎么样去抉择，需要时不时的给自己调整心态，给自己或者是给身边人做心理建设，也可能有关于去留的问题。那进入到4月呢，狮子座就会从之前的那个坎进入到一种慢慢摆脱困顿的一个过程，有变形和变动的运，会做一些大的决策，也会下定决心把某些方面修复好。所以虽然4月有水逆，但是对狮子来说，本月好消息还是蛮多的。闲人事业、读书、生活方面，4月份你们跟这种知识啊、文化啊、考学啊、异地海外啊、旅行啊、跨界跨行以及一些重要的仪式等等会很有缘分。日水和北交呢齐聚在9宫，让某种改变在狮子的工作生活当中发生。你们可能自己也觉得到了需要突破和变化的节点了，所以呢也会比较积极踊跃的做一些大胆的一些尝试。因此呢，有的人可能会参加考试，回校园进修去深造自己，也有人可能会转行换工作，尝试新的业务，想要试一下不一样的一条路。还有人会做一个大胆的带有一点冒险的一些决定啊，周围人可能会说，哎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，但是行运看呢，还是很鼓励狮子座迈出这一步的。比如可能狮子突然间说我要辞职环球旅行式了，然后就不管不顾就去了。那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是水逆和火星带来的影响啊。水星从4月2日起呢逆行，差不多要1个月的时间。其实3月末这10天，很多人已经有感觉了，在物流快递啊、交通出行啊、沟通交流啊、健康啊、电子产品啊、物品遗失啊等等方面。所以呢，狮子也要注意一下，比如说航班突然间改变，或者是网络断网，或者是思维突然间短路啊等等的。那同时呢，火星是在8宫，8宫呢代表着一些是非纠纷、业债啊、情感纠纷啦、财务的纠纷、财务的债务啊等等。所以呢，狮子座4月面临的可能是一只脚已经迈出去，已经向前走了，但是还有一只呢被一些东西缠住，没有彻底的去拔出那个泥潭。所以呢，你们4月会收获一些东西啊，会收获一些发展，比如说成绩啊、offer 啊，但是呢又觉得跟自己想象的会不太一样，就觉得那个发展方向跟自己想的是不同的。后来就干脆跟自己讲说，哎，别想了，放下吧，往前走一定是能走通的，管它是用什么方式呢，就思维心态会有一个积极的转变，这是很值得敬佩的。因为有的狮子座从去年到今年遇到的一个情况，确实挑战是比较大的啊，很难去抉择，或者说很难去抵御某种诱惑或风险。但是到现在，我想狮子已经准备好迈向新的变化了。问题可能一直会有，但是问题也都可以被解决。我们不应该因为有一些状况和阴影呢就退缩不前。所以很多的狮子座4月到5月都会想明白这一点，然后人生会往前进一大步，做出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一些选择。大家都没想到狮子能够去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。那爱情、贵人、家庭方面，4月15到20日以后呢，狮子座的长辈缘和贵人运变好，你们只要学会去听，学会去接长辈的一些话，就能够得到很多的褒奖和认可。也可能会有人替你们站台，然后一些纷扰也会随之逐渐的告一段落。这也说明呢，狮子座4月中下旬，事业、感情都很需要长辈、领导、老师的一个认可。他们此时可能也很关心你们，盯着你们，所以呢，狮子也得做好符合他们的一个期望标准才可以。心理负担这个时候肯定是有点大的啊。对于面谈考试的狮子来说呢，这个面考可能会挺严苛的，标准或原则也比较多。你们有2个方法可以去应对，一种呢是需要狮子去颠覆一下过去的形象或角色，比如变得更加成熟睿智，具有权威性；另一种呢是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狮子可能这个时候会感觉和人不同频，观点不同的一个情况。那你可以引经据典，就不要说我觉得，而改成某某书里说，某某人说，要给自己的论点找一个论据来源，这样就比较不容易被攻击。那单身狮这个月感情运气不错，不错在于说你们能够放下一些条条框框，打破原则。比如本来觉得说，哎，我不能接受外国人，不能接受比自己小的，现在就会觉得说，哎，都可以，只要聊得来就行，关键是频率能不能够对上，会比较容易被那种有内涵、有思想、有自己的一套入世法则的人吸引。虽然还有一些烂桃花的影响，但是高质量的桃花也会陆续出现，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。有伴侣的呢，是有机会谈婚论嫁、见父母、登记、办婚礼、怀孕生子等等啊，让关系更进一步的，也是一个好的现象。应该说4月让狮子看得见未来了，所以你们会做很多跟未来相关的新计划，包括财务、包括健康、包括感情，都是走在一个从困境慢慢脱困的一个过程。身体方面好消息是会有体能大量的消耗，所以会瘦，不过有的也是因为病了或者是做了一个术类啊，所以瘦了。那美容健康呢，整个水逆期间都是不建议的。那祝狮子呢4月高歌猛进，奋勇向前，好的未来已经在路上了，好运啦！我是艾达范老师，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指导自身生活，拜拜。